如果评选城市里最辛苦的职业，环卫工人能进前3。但是有个很心酸的问题，即使如此努力的工作，月薪到手可能也只有2000元。为什么底层劳动人民的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呢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早年间的环卫行业其实是个香饽饽，那个时候的环卫工人还是由政府环卫部门直接管理的。但是后来受到政策变动的影响，环卫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以前直接由政府环卫部门管理的环卫工作，变成了外包和劳务派遣的形式。外包就意味着环卫部门和环卫工人中间来了一个第三方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间商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中间商呢？第一个原因是为了降低城市环卫成本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政府直接管理环卫工作，就不得不花出一定的精力、人力和物力来管理。但是如果将这些环卫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公司，那么政府就可以只出资金，而省下政府在人力上的投入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节省物力的投入，大大降低城市环卫成本。节省人力上很好理解，那么节省物力呢？其实也很好理解，就是这些中间商一般都会给环卫工人们提供清扫设备，甚至是一些先进的技术，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清扫机器人。我们常说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那么有了这些工具和技术，环卫工人就能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，更高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而政府也节省了这笔买设备的开支。而且在节约成本的同时，政府还能将管理环卫工人的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务的管理中，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。而外包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方便人员管理，政府直接管理环卫工作，就意味着要管理环卫工人，那么在管理上就可能出现不公平竞争的问题。毕竟是香饽饽，谁都想来，那么竞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而且环卫工人人数众多，直接管理到个人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如果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，就很容易造成管理混乱的问题。曾经的环卫工是铁饭碗，现在的大多都是外包，也不再稳定了，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。同时，环卫工作外包出去以后，出现了一个现象，那就是环卫工人的工资变低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外包制下，政府给出的竞标价格不会太高，而这些承包公司为了中标也会压低价格，而且承包商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也会克扣政府给出的专款，进一步降低环卫工人的工资。这就导致环卫工人的工资比以前少了，不仅工资变少了，还有以前逢年过节给环卫工人发放的福利也是大打折扣，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且因为现在环卫工人的用工结构变复杂了，而且需要的环卫工人也越来越多，僧多粥少，那么个人分到的工资也就更少了，甚至还有恶意拖欠工资的情况。工资低是一方面，现在环卫行业还存在招人难的问题。在中国，每个人平均每天会制造出1.2公斤的垃圾，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，城市居民越来越多，需要维护的道路也越来越宽，垃圾也越来越多，所以就需要更多的环卫工人来维护城市的卫生。一些文件指出，现在中国大概需要450万环卫工人来维护城市的环境卫生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。但是与逐渐增大的需求不同，环卫工作的从业者却并不多，招人难的问题普遍存在。因为工资比较低，而且起早贪黑、日晒雨淋的，基本上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，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环卫工人也大多是一些老年人。而且现在的老年人都有一部分的退休金、养老金，就算是老年人也不好招了，所以出现了招人难的困境。环卫工被外包出去到底是利是弊呢？这个问题并不能完全片面的来看，凡事有两面性，客观辩证的来说，外包制是有利有弊的。其实环卫工作外包就是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，把环卫工作投入市场，一方面既可以提高环卫工作的效率和质量，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，良性竞争会促使环卫工作不断升级发展。而且第三方劳务机构对于底层劳动者本身来说，尤其是在找工作方面还是更有利的。以前环卫工作还是由政府管理的时候，为了拿到这个铁饭碗，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，需要耗费一番精力。但是外包之后，环卫工作的准入门槛就降低了，竞争也变小了。如果你愿意，还是比较容易入行的。
除此之外，外包制度对于环卫工人的分工管理也更加明确，节省下不少管理成本。就像上面说过的那样，对于政府提高工作效率还是比较有利的。当然，外包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一个就是中间商赚差价。环卫所给出的钱不能直接发到环卫工人手里，要先被外包公司扣走一部分，而且这些外包公司并不会给环卫工人交社保，只会给他们买一些意外伤害保险，除此之外的权益根本没有保障。还有就是好找工作的反面就是也很容易被辞退，负责人如果对你不满，随时可以直接辞退你，工作没有什么保障，并不稳定。另一个弊端呢，就是非常辛苦，尤其是现在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，道路更宽，需要维护的面积也在变大。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，都要起早贪黑的工作，才能得到那份微薄的薪水。总的来说，环卫工人的工资还是低于大多数群体的，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。政府部门对于环卫工人权益受损的问题是有所关注的，并开始采取措施保障环卫工人的权益，比如更加严格的审核外包公司，加强规范，尽量的减少恶意克扣工资的现象，并且在街头设立了越来越多的环卫驿站，为环卫工人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港湾，并且政府也在推动环卫工人与这些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以保障更多的权益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务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